T1被送花圈，无能教练要对国际战成绩负责，辞职吧，目标不是冠军的选手，请出去。LPL 4名为国争光职业选手抱团就干夜场丢不丢人话题在直播间上谩骂素人女生。T1又被送花圈了，大意如下：无能教练要对国际战成绩负责，辞职吧，队伍目标是冠军，目标不是冠军的选手，请出去。想成为体育而不是爱豆粉丝。Missy Oak 国际大赛失败 ，Circle 教练为何无人承担责任？没有正当的竞争，没有正当的结果。体育精神的坟墓 T1 公平已死。网上还看到下面这些，但没找到对应的花圈图。也有网友评论，上 Smash 可能连国际赛都进不去。这些极端黑粉有点入魔了。又开始说英雄池了，除 BLG 打野和 TES 辅助以外，已经有第3个危险位置了 T1 AD。没办法，看完 MSI， 我想知道大鸡蛋到底要打多少输出才算能打输出啊 ？T1是就一个 AD 能输出吗？还有人问到底哪些人黑 Guma， 答案就在这儿了。我寻思黑 Guma 最狠的不就是 T1粉吗？到底为啥觉得没办法在2级联赛乱杀的 AD 是冠军拼图？他可能以后是，但绝对不是现在啊！这些粉丝也是逆天的，不拿冠军就要换，2冠 AD 都证明不了自己。LPL 4名为国争光职业选手抱团就干夜场丢不丢人话题在直播间上谩骂素人女生。大家好，我是抖音辩论当事人66。关于干夜场丢不丢人的话题，我站在了正方，反方4位在我来之前就上麦了，具体哪几位已经不记得了。我上麦发表观点后，反方其中1位对我进行了提问：你去夜场应聘，有人会要你吗？场子你都进不去，大概这个意思，具体已经有点模糊，所以我默认反方在我之前开始了人身攻击。于是我回击道：你先打个1年工，赚到限我的机票钱再说吧。于是人身攻击大战就开始了。我本意不是来吵架的，于是闭了反方的麦正2的大姐，帮他们解开了麦后，闭了我的麦，反过来指责是我在人身攻击反方。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正2是反方4位的朋友。我提问：如果你是来帮你朋友的话，为什么不去反方？他没有回答我。我被闭麦后，反方一直在继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包括大黑棍、在美国宕机等一系列辱骂。当时已经有点无语了，于是开麦后，我质问正方那位逼我麦的大姐是不是耳朵塞驴毛了。后来反方有人说让我和一个叫冷少的单独对线，在这个冷少上麦前，他已经在评论区打字问我在美国哪里扬言要找黑人过来弄死我之类的言论。下一个环节是反方一位叫铁头娃的上麦和我说，我很支持你，能不能和我的朋友冷少谈个恋爱？我闭麦了，没有搭理对方。然后反方有一位叫太远的，不停地说我在美国大黑棍吃多了等 H 枪对我进行攻击。我回嘴后，他倒打一耙，指责我不好好辩论，人身攻击他。有后来，我有一个同样是辩手的朋友上麦和我一起辩论，他提到一句反方是一群3流选手，戳到了反方的肺管子，于是人身攻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反方几位质问我们凭什么看不起为国争光的电竞选手。我说电竞选手打游戏厉害确实不错，但是你们这群张口就是低素质的选手，就是驴马烂子也没错。反方就更加生气了，开如新一轮的人身攻击我的朋友下麦。开始新一轮的人身攻击我的朋友下麦后，反方的大姐更是出言道：飞机配不上我，火箭才配得上我。我是骑火箭的，我朋友的 ID 叫火箭 X， 所以他会说出我是骑火箭的这种话。其他人更是开始侮辱我的朋友，说他是我的舔狗。后来也有其他我的朋友被攻击。听路人小姐姐说，其中有一个打游戏叫小东北的，她甚至问我的朋友能不能看看他的大灯。还有一位我甚至麦都没有上的朋友，他听不下去麦上的人对我的辱骂，于是帮我闭了他的麦。他张口就骂我麦下的朋友是老母鸡，我朋友甚至评论区一个字都没扣。我的朋友都下麦后，就剩反方对我无限的人身攻击。一位大哥一位大姐带着一群职业选手对我进行毫无底线的辱骂，揪着我前文机票钱的那句话疯狂攻击我，篡改事实，反过来说我才是先人身攻击的那个。到最后
甚至还有更低级的那种字眼，不屑于附属。他们也不是在回应我的观点，而是在对我这个说出不同想法的人发泄自己积压的挫败感。我玩辩论有一段时间了，什么辩题我正方反方都能打，我也没被一些无脑群众少骂。你们几位能通过我在辩论中的观点得出我现实事迹的结论，也毫无逻辑，甚至莫名其妙，给我一种天生小脑萎缩的感觉。有一句话挺对的，可以不认同我，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变得无理。他们不是真的在表达意见，而是在表达情绪的无能。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逻辑武器，所以只能用语言那把力胡乱砍人。我对这种人身攻击式的弱智感到疲惫了。回到前文的一句话，职业选手文如何呢？和夜场丢不丢人这个题字一样，出身低微能掩盖夜场工作本质是丢人的现实吗？换句话来说，在游戏界闯出了一点名堂，逃脱的了你们几个本质还是屌丝的事实吗？说的难听一点，张嘴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们几个是一群驴马烂子。剩余总共我整理出的干分钟录屏证据切片总和，我会发布在我的抖音中 ，ID StaySane_always。对此，当事人前职业选手 Icon 在直播时做出回应。但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完整的录屏啊，完整的录屏里面应该能理清楚我的说话的顺序。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全是他妈闹着玩的，边笑边发的。我操！我跟你说啊，哎，我是真的不懒得说这个事儿。我操！我一直在被攻击啊，兄弟。然后我说那几句话，看过我直播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根本我根本就没想，我根本一点骂他的那个意思都没有。妈的，他看到我就说你这个怎么长了个猪头闷？他说我是猪头闷子，我操了，我真的服了。没事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不是说有完整录屏，完整录屏里面应该能看出来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吧？你辩论赛还挺好玩的，如果就好好辩论的话还挺好玩的，以后可以搞一下，或者可以抄袭一下。确实啊，这个我刚刚也说了，就是这样说话说惯了，在直播间这样说话说惯了，大家也听习惯了，也知道这是开玩笑的，对吧？拿出去说被人截到网上，那确实也不怪别人会误会嘛。嘴巴不老，他妈情况不对，避避风头。当时真的是去看个乐子啊，真的是看乐子，觉得哎，不需要发什么声明啊。他们现在网上的人不就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吗？本来就是个发泄口，喷两天就过了，喷两天就好了，感觉不需要去澄清什么东西啊。哎，也不会信啊。完了，我要提一个绰号叫猪头闷子。为什么没人为我发声啊？我真的长得很像一个猪头闷子吗？我操！你们说我有点像猪头，有点像飞猪，我以为是开玩笑的。难道我真的很像猪头闷子吗？那你看完切片有没有可能发现我才是被骂的那个大哥啊？我根本就没还嘴。他们自己截出来的那几句也是所谓的我他妈搞那个什么搞这种东西，也只是他们这样觉得，但放在你们眼里，只是我的无能狂怒罢了。我真的有点无语了，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就光凭这几句断章取义的东西，说我心疼我这个猪头闷子，你想打死我吧？有一位大哥说得好，现在的人现在的人发什么，想让他们信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真的是这样子。他那个朋友上面骂的更难听啊，骂我操！我还很心平气和的跟他讲话，我私信跟他说，我问他干嘛？我私信跟他唠嗑呢，我问他干嘛？他说他是撸啊撸评论员。我说你为什么就骂我？他说哈哈。现在的联盟圈子真的是问题频出 ，LPL 成绩还没拿到，场外事情倒是一个接着一个。对此您怎么看？欢迎评论区发表意见。我们下次再见。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